乌克兰远程导弹服役射程覆盖莫斯科。乌俄最新战报，希尔斯基称，乌军正在抵抗自开战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强攻势。澳大利亚援乌 GDM-ER 炸弹，捷克批准60名捷克公民加入乌军。俄特种部队在乌克兰战场折损大半，10年内无法恢复。摩尔多瓦大选落幕，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迄今为止，美国仍未解除乌军使用欧美导弹打击俄境内目标的限制，但好消息是，乌克兰正不断推出自研导弹。据《每日电邮报》报道，乌克兰驻北约代表团团长叶霍尔·切尔内夫宣称，乌克兰制造的 H2IM-2 弹道导弹已接近服役状态。据公开资料显示 ，H2IM-2 作为乌克兰研发的国产弹道导弹，其外观轮廓类似于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具备粗短的火箭助推和较长的双锥体弹头，据悉能携带超过1100磅的弹头，威力巨大。更关键的是，它的射程达到了500公里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要知道，莫斯科距离乌克兰东北部边境的距离也才不过450公里而已，这意味着乌军这款导弹随时都能降临在克里姆林宫，降临在普京的头顶上。与此同时，乌克兰国有企业特种技术出口负责人彼得罗夫也站出来表示，乌克兰还在研发国产的巡航导弹，两款武器预计在2025年中期就能交付乌军使用。由此可见，乌克兰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突破欧美对武器使用的限制。之后，乌军将以国产远程导弹直接打击俄罗斯深处。届时，乌俄战场的形势、乌军的战斗模式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让俄罗斯战争成本几何级提升。毕竟，如今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还是以无人机为主。可即使如此，乌军无人机依旧摧毁了俄罗斯多个大型能源基地和军火仓库。想想之后，换成乌导弹袭击，俄军损失必将更加惨重。在前线方向，乌军再接再厉，传来了更多的好消息。库尔斯克战场，乌军战线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称，在该地区战斗的7000名朝鲜士兵被俄军分成5份，并配发轻武器，让他们进行乌拉冲锋或是诱饵。在哈尔科夫，不久前俄军的22辆坦克装甲车向乌军阵地发起了冲锋，乌军第10山地突击旅投入战斗，在摧毁6辆俄坦克和9辆步兵战车后，将俄军打出了战场。此外，据作战的乌军旅发言人表示，受天气影响，利布奇方向的地面已经开始结冰，乌军正在准备反坦克防御工事，以防俄军未来在哈尔科夫州北部集结力量进行突然袭击。顿涅茨克地区战斗最为激烈。在塞夫尔斯克，乌军击退了俄军的营级机械化攻势，并清除120名俄军，摧毁7辆坦克、13辆步兵战车以及2辆 MTLB 2栖装甲运兵车。在伊万诺达里夫卡南部，乌军同样击退了俄军攻势。该方向，乌军共计摧毁6辆俄军坦克、9辆步兵战车，以及清除掉了19名俄军。恰索夫亚尔的战斗，据乌军报告显示，俄军正继续以小型突击群的形式试图跨越顿巴斯运河。但截止目前，俄军尚未在运河以西建立根据地，战线并未有太大的变化。而且，据乌军电子战服务负责人表示，俄军新列装的电子战步枪无法对乌军 FPA 无人机造成影响。恰索菲尔的局势正向乌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在库拉西夫方向，俄军在装甲车的支援下对伊尔林卡周围一带发动攻势，目前双方仍在沃夫恰河河畔激战。除上述方向外，顿涅茨克的其他方向，如托列茨克、红军村、弗勒达等地，也遭到了航空兵掩护下的俄装甲攻击，但基本已被乌军击退，只有少数地区仍在激战。对于整体局势，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称，乌军正在抵抗俄军自开战以来发动的最强攻击。在整个2024年，乌军都面临着严峻考验。不过，希尔斯基依然坚持认为，俄军的进攻已经见顶，今年已很难有所建树。乌南的赫尔松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的登岛作战，之后又成功袭击了第聂伯沿岸的多个俄军据点，强势清理了附近的岛屿。而在克里米亚，也不出火力军所料，乌军在打完俄雷达系统后，就袭击了俄空军基地。据开源情报显示，10月3日，乌军出动大量无人机，袭击了俄军的格瓦尔空军基地、萨基空军基地。虽然俄防空系统紧急启动进行拦截，但俄空军基地和战科伊等地仍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具体战况目前尚不明朗。美国方面，据路透社报道，乌军正在秘密使用美国的 VBAT 侦察无人机，以对抗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报道称，该无人机可以深入俄军后方100公里的阵地中收集情报，对俄军电子战的干扰也可以达到80%。
之前乌军摧毁的俄军山毛榉防空导弹仓库就是被该无人机发现，随后引导海马斯将其摧毁的。澳大利亚则向乌克兰转让了 JDM-ER 炸弹。据澳大利亚防务最新报道显示，继援乌 M1A1 主战坦克后，澳大利亚决定向乌克兰提供美制 JDM-ER 滑翔制导炸弹。不过，为了安全，援助的具体数量和交付日期并未透露。JDM-ER 滑翔制导炸弹是乌空军目前使用的主要对地攻击武器。除了 F-16之外，改装后的米格29和苏27也可以使用。加上近期乌军一直在针对俄军反空系统，也导致俄军出现了反空能力不足问题。因此，等这批炸弹到货后，乌空军可能会有一波大动作。此外，比利时宣布与乌克兰合作，在乌克兰生产70毫米火箭。据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斯梅塔宁透露，比利时塔雷兹公司与乌克兰一家国防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新协议涉及联合生产反无人机导弹，预计未来的这种合作将扩大到这些导弹技术的部件和转让。同时，他还称，这种合作将加强乌克兰国防工业，并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俄军无人机的攻击。虽然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并未透露备忘录中提到的反无人机导弹具体型号，但合作对象是比利时塔雷兹公司的话，其型号很可能是 FZ275 LGR 导弹。据悉，这款导弹是带有半主动激光制导系统的70毫米导弹，射程7公里，打击精度在6公里距离内，偏差能控制在1米以内，总重量12.5公斤，战斗部4.1公斤位于中部，头部则用于安装制导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据图片报报道，捷克总统帕维尔正式批准60名捷克公民加入乌军。虽然首批的人数不多，但这已经是开了先河。因为根据捷克法律规定，只有在总统授权下，捷克公民才能合法加入外国军事组织。另外，捷克这一举动是否会让欧美各国跟进，也是接下来值得关注的焦点。还记得4月份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员泄露美高度机密文件的事吗？其中一些关于俄特种部队的文件被曝光，俄特种部队损失殆尽的事情再度被提及。如美国国防部指出，到2022年末，几乎1/5的参战俄特种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美国防情报局也举例称，一个900人的俄特种部队旅打的只剩125人具有作战能力。美国评估认为，俄罗斯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其特种作战能力。俄罗斯特种部队是该国实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其一开始隶属于俄罗斯情报总局和联邦安全局。就任务而言，俄罗斯特种部队擅长直接行动、战略侦察和非常规战争，他们通常拥有整个俄军中最好的武器装备。就训练而言，所有俄罗斯特种部队单位都具备使用自动开伞锁跳伞的资格，但只有最精锐的单位才能具备自由落体跳伞资格。而 GRU 和 FSB 的俄特种部队是俄罗斯最精锐和专业的部队，属于1级特种作战部队，在理论上可媲美美国陆军的三角洲部队和海军的海豹6队，但在乌俄战争中却和其他俄军部队一样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在战争一开始，俄罗斯就动用俄特种部队计划1小时22分速通基辅，结果惨遭失败。但俄罗斯没有放弃，认为这只是意外，继续让俄特种部队活跃在前线。每当俄军遭遇乌军强力抵抗时，俄特种部队就会被派上战场。他们几乎经历了乌俄战争所有重要的战役，也因此俄特种部队几乎快要被打没了。尽管俄军能快速补充普通部队的战力，但特种作战部队无法大量生产，俄军已经出现了战力缺口。综合媒体报道，11月3日，摩尔多瓦举行总统大选第2轮投票，其结果由亲近欧盟的玛亚桑杜以54.7%的得票率击败对手亚历山大·斯托亚诺格洛，成功获得连任。下面是桑杜在乌俄战争爆发后的主要表现。2022年乌俄战争爆发后，桑杜领导的摩尔多瓦加快了脱离俄罗斯的步伐。2022年3月，摩尔多瓦向欧盟提交入盟申请，当年6月获入盟候选国地位。2024年6月，欧盟同摩尔多瓦启动入盟谈判。在今年10月20日的入盟公投中，仅有50.35%的选民支持加入欧盟，而现年52岁的桑杜将这个结果归咎于外国干预。其国家安全顾问斯坦尼斯拉夫·塞克里鲁周日也再次指责俄罗斯大规模干预摩尔多瓦选举。同时，摩国警方称，他们侦破了一桩俄罗斯贿选计划，可能影响多达1/4的选票。如今，桑杜在发表胜利宣言时称，在一场不公的选战里，我们堂堂正正地获胜了。离异停火谈判似乎陷入僵局，以色列并没有停止对真主党的进攻。在贝鲁特南郊，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真主党的军事设备生产地点、总部和其他军事目标。在黎巴嫩东南部，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奈拜提耶省的真主党指挥和控制站点，
以及情报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的南方前线司令部使用，在袭击该地区之前，已向周围城镇发送疏散通知。另外，为防止真主党从叙利亚运送武器，以色列派遣空军打击了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地区的众多目标。据说真主党4400部队一直在该地区转移资金和武器。此外，以色列空军持续空袭了真主党在狗塞尔附近的弹药库。与此同时，真主党也在组织反击行动。真主党声称，在以色列国防军第121师向黎巴嫩东南部的克法尔乔巴推进时，该组织袭击了该部队。据黎巴嫩媒体报道，克法尔乔巴附近确实发生了炮击。该地区靠近以色列和戈兰高地边境，可以纵深俯瞰以色列和黎巴嫩贝卡，是名副其实的战略要地。另据 ISW 报道，以色列军队确实没有继续向这些地区推进。此外，真主党还表示，挫败了以色列国防军第146师向提尔区千日奈和吉拜恩的推进意图，并在黎巴嫩南部的纳库拉东北部与以色列国防军侦察部队交战，还袭击了以色列黎巴嫩边境沿线的以色列军队。除此之外，真主党还在11月1日发布一则声明，称自从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地面行动以来，在士兵方面，以色列已有超过95名士兵阵亡，900名受伤。在军备方面，真主党摧毁了以色列42辆梅卡瓦坦克、4辆军用推土机，以及击落了3架竞技神450型无人机、2架竞技神900型无人机。尽管以色列和真主党的战斗仍在继续，但多国依然想要努力促成停火协议，其中美国更是希望黎巴嫩能单方面停火。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为促成敌意停火，美国中东特使霍克斯坦向黎巴嫩传达了单方面停火的提议，但黎巴嫩拒绝了该提议，并表示希望以色列与真主党能够同时停火，然后落实联合国的第1701号决议。媒体表示，虽然黎巴嫩军队并未参与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但任何有关停火的协议都必须得到真主党的同意，因为在黎巴嫩国会中，真主党成员占据有众多席位。目前，黎巴嫩国会议长贝里正在与真主党进行协商，但真主党坚持表态，想要停火就必须符合特定条件。与此同时，伊朗又在不同场合表示要报复以色列。10月1日，3名伊朗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审查了一份关于以色列袭击伊朗战损的详细报告。哈梅内伊认为打击范围太大，不反击就等同于承认失败。目前他已下令将对以色列袭击进行报复。消息人士称，可能会从伊拉克发射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美国和以色列高级官员曾公布一些消息，例如以色列发动的空袭导致伊朗 S-300 防空系统无法运行，2个伊朗阵列探测雷达站点被破坏，这些站点据说可探测到弹道导弹和隐身战机。此前伊朗一直否认遭受重创，如今从哈梅内伊的反应来看，这些消息应该是真实的。另据 CNN 报道，伊朗计划在美国大选前对以色列进行猛烈反击，不过此时距美国大选日越来越近，伊朗似乎并没有要大规模反击以色列的迹象，可能是此前以色列对伊朗防空系统的破坏大幅削弱了伊朗抵御以色列进一步攻击的能力。伊朗担心回击之后，以色列同样会再次反击。另一方面，为防止伊朗的反击行动，以色列专门设立了新机构，其总理内塔尼亚胡更是表示，以色列在伊朗拥有行动自由，必要时可打击伊朗任何地点。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的变化也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效应。欧美各国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根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对外宣称，将关闭伊朗驻法兰克福、汉堡和慕尼黑的领事馆。贝尔伯克表示，伊朗和德国的关系已降至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美国将在中东部署新军事力量，包括 B-52 轰炸机、战斗机、加油机和海军驱逐舰等，并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另一方面，随着朝鲜出兵乌克兰以及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半岛局势也愈发紧张。此前已报道过，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在6周内2次访俄，当时尚不清楚其意图。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11月1日，崔善基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后，在乌俄战争方面进行了表态。他表示，朝鲜将与俄罗斯站在一起，直至俄罗斯取得胜利。这就意味着俄朝现已明确统一战线。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韩国外长赵对列、国防部长金龙显于10月1日举行2+2会谈。双方明确表示，
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合作已经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多项决议。其中，韩国还怀疑朝鲜向俄罗斯派遣援军，目的是换取俄罗斯的核技术。鉴于朝鲜近期高频次的异常行动，美日韩现在已加大周边的警戒力度。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去年9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35B 坠毁，当时陆战队给出的坠毁原因是电气故障，但近日陆战队公布了该事故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主要原因并非飞机故障，而是飞行员操作有误。坠毁的 F-35B 隶属第501攻击训练中队，事发前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起飞，当时正在下暴雨，飞机起飞后不久，仪表显示通讯、导航等多项功能故障，飞行员选择立刻跳伞，但飞机却在平稳飞行了约102公里后，才在一处偏僻的田野坠毁。因此，美军认为飞行员误判了失控的仪表显示数据，并从一架还可飞行的飞机上弹射，才导致了该起事故。该飞行员要为这架 F-35的损失负责。不过，考虑到当时情况紧急，美军并不打算对这名飞行员进行惩罚。根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将向阿根廷出售一批新军备，包括36枚 AM-120C8 导弹、102枚 MK82 炸弹、GBU-12炸弹导引部件以及 Link-16 战术资料链支持设备等后勤项目，总价值约9.41亿美元。媒体表示，阿根廷空军此前长期使用 ACR 攻击机，但在美国的帮助下，今年4月，阿根廷向丹麦采购了24架 F-16，此次采购的部分经费由美国贷款支付，并由美国向其出售对应弹药。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为进一步帮助阿根廷强化空战能力，丹麦特意向阿根廷提供了4套模拟器、8具备用发动机以及5年份的零部件作为后勤支持。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空军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最近在威斯康星州沃尔克空军基地主办了全球首届故障战机救援训练课程，旨在针对 F-35战机事故进行全球统一的训练课程，以便克服国际不同军种间救援程序的差异。参与此次救援训练大会的成员包括美国海陆空陆战队队员、洛马公司的代表以及来自5个 F-35计划国家伙伴国的人员。在此次训练中，动用了 C-130、F-16A、A6 和 CH-53 等多款救援机，不仅扩展了参与人员的救援技术，还附加了 F-35救援行动的专用新流程。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福特号正率领米切尔号、马汉号等5艘伯克级神盾驱逐舰，与第8航舰航空联队组成第12航舰打击群，自美国东岸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在大西洋西部海域展开本次水面战进阶战术训练。媒体表示，水面战进阶战术训练是美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在准备执行部署任务前的关键训练项目之一，旨在通过全方位的水面作战设定，让各个作战单位和指挥官熟悉各项战机和战术。此外，美国海军水面及水雷作战发展中心也派员协同福特号执行本次水面战进阶战术训练，以通过模拟高强度的作战环境来演练最新的海上作战技术。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法国有意向巴西出售24架阵风战机，并给出了相关方案，例如向其出售专门针对制空和对地攻击设计的定制版阵风战机。该阵风战机可携带云母导弹、风暴之影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先进武器，甚至还能同时携带 ASMPA 核导弹，可大幅提升巴西的空战能力。另外，按照法国计划，倘若巴西同意购买这24架阵风战机，还可能会向其额外出售50架 H-145直升机、36门凯撒自走炮以及鱿鱼级潜艇，并打算转移与核动力攻击潜艇相关的技术。这对于拥有广阔海岸线的巴西来说，绝对拥有莫大的吸引力。然而，巴西空军却选择了瑞典的鹰狮战机。不过，鉴于法国给出的上述条件，巴西空军表示有兴趣再添购战机，以补充其预计总数70架的鹰狮机队。新采购的战机将替换巴西老旧的 F-5虎式2型战机和 AMX 轻型战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其他国家会像捷克一样批准公民加入乌军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